本年度4大旗舰对决评选工作已通过各大互联网投票平台同步展开，目前投票总数超过10万张，最终人气最高、获得票数前4位的，它们分别是三星 Galaxy S22 Ultra。 As we open the door to a new world of innovation, welcome to Samsung Galaxy Unpacked。 小米12S Ultra。 这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巅峰影像安卓之光的小米12S Ultra。iPhone 14 Pro 系列。 iPhone 14 Pro and iPhone 14 Pro Max, the best iPhones we've ever created. 华为 Mate 50 Pro。 时隔2年之后，华为 Mate 手机又回来了。我们 Mate 系列一直被追赶，从未被超越。能超越的 Mate 的，只有华为的 Mate。 到底谁才能获得本年度旗舰机皇的称号？我们拭目以待。嗨，大家好，我是南岩，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2022年度4大旗舰对决。根据众多的调查机构给出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的1、2季度啊，那全球手机市场跌幅超过了10%。只看这个数字，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一个跌幅。不过考虑到过去几年都是涨幅10%、20%，此消彼长，足以看到如今手机市场所面临的困境。 那与之相反，在高端手机市场，那根据年初 Counterpoint 给出的最新数据呢，高端智能手机的增速啊反而在提升。消费者对于智能手机的换机频率是减小的，但对于高端和旗舰机型的需求呢，却是在暗暗增加的。那所以对于所有的厂商来说呢，如何增加自家旗舰机型的独家卖点啊，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 那如今在全球高端市场呢，苹果以60%的超高份额仍旧是一骑绝尘的，而三星以17%的份额呢紧随其后，华为和小米啊以6%和5%的份额呢位列3、4位。而这4家厂商呢，在我们今年所评选的年度4大旗舰当中啊，也恰好位于投票的前4名。也可以看出，在高端机型的产品塑造方面呢，销量和消费者的认可程度啊还是成正比的。来看一看本次入选的这4台旗舰机型。 小米12S Ultra 呢是要和徕卡联合将拍照卷到底，而苹果呢抛弃了以往的刘海屏，转而全新的动态交互灵动岛。华为克服重重困难啊，时隔2年，希望带着 Mate 系列领势回归。而三星呢作为供应链本链，依旧有着不俗的号召力。那究竟谁能够成为2022年度的旗舰之王呢？本期科技美学4大旗舰对决为你呈现。 本次经过投票选出的4台旗舰手机啊，最低的小米12S Ultra 官方起售价呢是5999元，而同样容量的苹果售价呢接近1万元。而在配色方面，三星一共8款配色，算是覆盖了几乎所有主流的颜色了，可以给你更多的选择。而小米和华为的存储容量最高呢支持到512G。 相比较苹果和三星相同的存储规格，价格呢会低2到3000元。简单说，想要体验各家的旗舰机型，你需要准备6000元的预算。这4款手机的包装配件部分啊，小米、华为都是比较全的，充电器、保护壳、卡针，再配合原厂的贴膜，到手之后呢可以直接使用，不用再去考虑购买充电头和保护壳。而三星和苹果呢，依旧将环保进行到底啊，包装盒内能用上的配件也就是1根数据线和1个卡针。 从外观设计上来说呢，本次4大旗舰从品牌的辨识度塑造方面都是非常好的，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一眼就辨识出它是哪一个厂商的产品。 那具体来说，小米依旧保持前代机型的设计思路，就是把辨识度拉满，当然是没有什么家族传承的啊。最近3代旗舰的外观都是变化很大的。今年呢，背部是有机硅素皮材质，搭配硕大的圆形镜头模组，以及能见度非常高的徕卡标识，让整机看起来啊更像是一台横向握持的复古相机造型。 镜头模组外部的金色环状装饰条也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让整机背部造型看起来呢沉稳，但不至于沉闷。可以说，小米12S Ultra 是小米家族为数不多做出精致感和高端感的产品。
华为 Mate 50 Pro 依旧继承了 Mate 家族的中轴对称的和谐设计风格，同时呢，背部的圆形镜头模组依旧保持了下来。其中昆仑破晓这款素皮版本整体呢是大气精致，具有非常强的商务旗舰气质。镜头模组外部的金色环状装饰条还融入了巴黎士丁的设计，将高端质感拿捏得淋漓尽致啊。不过呢，镜头模组部分并没有进行隐藏式的黑化处理，反映在浅色配色的机型上呢，这个区域就显得有点突兀了。所以呢，关于镜头模组整体设计方面呢，有一部分的用户可能更喜欢之前 Mate 40系列的星环设计。那是你的话，更喜欢哪一个呢？iPhone 14 Pro Max 的背部造型和前代基本保持了一致的设计语言，摄像头模组变大的同时呢，位置也有所变化。其中一点就是前代的保护壳没有办法套入本次的 iPhone 14 Pro Max。边框部分，国行版 SIM 卡槽呢位置略有调整，不过卡槽的主体是可以完全通用的。全新的暗紫色配色，在光线较弱的情况下还挺深邃的整体的好评度以及接受程度相比较于去年的远峰蓝，感觉要稍差一点。苹果也是本年度4大旗舰当中唯一一款直屏加平直中框设计的机型，这也是苹果近几年来的坚持。三星的 S22 Ultra 在设计上是冠以 Ultra 之名，但其实呢，它是 Note 系列的精神续作。方正硬朗的外观以及 S Pen 笔的加持，让人很难不联想到已经消失的 Note 系列。也许是从销量方面的考虑，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Note 系列改了一个名字。那背部摄像头呢，从玻璃背板当中微微凸起，金属边框环抱机身，过渡丝滑，正面的微曲面屏幕加上极窄的边框，看起来呢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从外观设计上来说呢，各家都在很好的坚持着自己的设计理念。相同的呢，都是有区别于其他厂商终端机型的小心思和小细节。来看手感方面，那4台机器的重量都突破了200克以上，华为最轻只有209，配合整机8.84毫米的机身厚度，手感方面呢，这是4台机器当中表现最好的。其次是三星228克的重量和小米差别不大，但是小米机身略厚其次呢，镜头模组也更大，握持的时候手指呢会有很大几率触碰到镜头模组的边缘。看似方正的三星在边缘手感上面还有一点点优势。不过底部边角的区域还是趋于直角。另外，由于 S Pen 的存在，三星很多时候是需要你双手握持。最后就是 iPhone 这位重量级选手，7.88毫米的厚度控制是4台机器当中最好的，但是242克的分量确实非常的扎实。再配合方正的金属边框，单手握持的话，属实是有点吃力，尤其是在小拇指垫起的这个部分。来看屏幕对比，正面屏幕部分呢，小米、三星采用了双曲面居中挖孔的设计，而在曲率过渡方面，3台曲面屏的机型呢，华为的角度是最小的，从正面观感上也会显得圆润一些。最后当然就是苹果的灵动岛，亮屏的状态下呈现了全黑的药丸形状，但在强光照射下呢，依旧会看到左右的断点分割。分割部分呢，来显示硬件正在使用的状态。由此看来，苹果当初的叹号屏其实是成立的。不过，为了更和谐的视觉观感，后来才用系统层面隐藏起来。4款设备的屏幕尺寸呢是比较接近的三星最大达到6.8寸，最小的是苹果，也有6.7寸。垂直视觉屏占比方面呢，毋庸置疑会更高。那三星呢达到91.1%，而采用直屏的苹果呢只有87.8%。4台机器放在一起对比差别还是很明显的。屏幕参数部分参阅公开的资料。那三星呢，因为是上半年发布，就错过了自家目前最顶级的屏幕材质。这款 M12 材质呢，就使用在了 iPhone 14 Pro Max 上面。那硬件上呢，苹果的屏幕素质确实更好，不过毕竟是三星自家制造。三星 S22 Ultra 这块 2K 高分高刷的顶级屏幕其实也不差。小米 12S Ultra 屏幕使用了三星只对外销售的E5材质，而华为呢，则选择了同样高素质、表现不错的国产屏厂 Q9 材质。首先呢，我们通过显微镜看到4台机器的像素排列，三星和小米的子像素是类似的。相比之下，苹果的绿色子像素呢略显修长，而华为的绿色子像素更显方正。尽管市场上对于不同的像素排列有所争议，但你可以看到4大旗舰所采用的类钻石排列，就可以知道旗舰机型的选择了。在像素密度方面，小米 12S Ultra 这边521 PPI 是最高，其次是三星
具体到4台机器显示文字的时候，文字边缘的过渡方面呢，可以看到肉眼其实很难察觉到差别。不过我们通过显微镜放大到文字边角的区域，就能看出三星和小米呢在子像素点的控制和过渡方面呢更加精密和锐利。在实际可视角度方面呢 ，OLED 屏幕在可视角度方面相对于 LCD 屏幕肯定是要更好。但是啊，在一些特殊角度下呢，还是会有那种轻微的偏色以及亮度衰减的情况。通过测试啊，统一300尼特亮度，默认模式显示，这4台机器呢，在倾斜45度的时候，近距离显示白色图片啊，并没有明显的亮度衰减以及偏色的情况。但如果旋转至小于45度的角度，并且距离稍远的顶部，就可以看到4台机器当中呢，华为的亮度有所衰减，小米和三星呢会出现轻微偏色。如果更为极限一些的角度啊，比如说20度左右的倾斜角度，那么华为会进一步的偏色，而其他3台机器呢都有偏色和亮度衰减的情况。当然，这里只是一个极限角度的测试啊，大家仅供参考。来看手动亮度方面啊，4台机器呢都采用了出厂默认的设置，全屏幕来显示白色，看一看亮度差别。苹果这边最高达到855尼特，小米呢要低一点，只有520尼特。再看室内强光照射激发亮度，三星呢最高达到1260尼特，其次是苹果。这里会有同学奇怪，为什么这个亮度和厂商宣称的数字差得很多？原因很简单啊，厂商给出的数据呢是屏幕一小块的分区亮度。那我们就来测试这个选项，分区极限亮度测试里面，我们移动单独显示的测试图片。苹果这边最高激发亮度能够达到2312尼特，三星略逊一筹，但也达到1943尼特。而在屏幕亮度均匀性方面呢，华为这边表现的是最好的，最高和最低只有31尼特的差别，而三星的左上角和左下角啊，居然有129尼特的亮度差别，在本次4大旗舰的亮度均匀控制方面是表现比较差的，这和去年差别较大啊，估计也是过早发布的原因。那通过刚才的测试呢，目前这4台机器的屏幕角度啊，都是可以很好的满足我们日常需求的。但是在户外阳光直射的情况下呢，屏幕自动激发的亮度啊，就显得会更加重要一点。所以呢，我们就来到室外，一起来看一看阳光直射的环境下，这4台机器的一个真实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户外的测试。那实测啊，在太阳光直射的情况下，4台机器的亮度差别啊，可谓一眼就能看出。不管是在各个角度 ，iPhone 呢都有非常高的亮度表现，屏幕的清晰度、可视效果也都很好。这其实也说明 iPhone 的光线传感器对于户外光线的判断更加准确。它可以让 iPhone 14 Pro Max 长时间处于高亮度下，而其他3台机器呢，则未能达到最高显示亮度，屏幕显示效果啊，明显略逊一筹。那其次呢，应该是三星和苹果要接近一点，但是单屏亮度的话呢，也是要低于苹果的。然后呢是小米，再然后呢是华为。我们再切换其他的角度，咱们从各个角度都来看一看，在户外阳光下的亮度的情况。应该会有眼尖的同学注意到啊细节，注意在啊，我们这几台机器啊都是贴了贴膜的，那这些贴膜是不是会影响到它们亮度方面的一个发挥呢？咱们就现场撕贴膜来吧。这个原厂贴膜啊还挺贵的，看一看撕掉贴膜之后啊，亮度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和影响？华为、三星。哦，那我们撕掉贴膜之后，我怎么感觉苹果这个优势更明显了？反正大家自己看吧。我们所有的角度，贴膜的、撕掉贴膜的啊，都给大家展示清楚啊。看起来，如果你经常需要户外作业、强光下作业的话，那苹果呢仍旧是首选。当然，整个测下来的话呢，我觉得最大的赢家是这个照度计上面的传统液晶屏。屏幕的彩虹纹方面，这4台机器控制的都算是不错的啊。那刚才的户外测试当中呢，你也可以看到，在机器有贴膜的情况下，那屏幕上面呢都会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彩虹纹。如果你追求更好的效果啊，建议呢还是要撕掉贴膜了。看完亮度，再来看刷新率和触控采样率方面。4台机器呢，最高均支持120赫兹的高刷新率或者自适应可变刷新率。在刷新率设置方面，小米呢是支持90赫兹档位的调节，算是多了一个省电均衡的选择。而在触控采样率方面，华为呢单从数据上来说，30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要略高于其他3台机器240赫兹。这里我们直接通过机械臂来看一下4台机器在日常使用的时候的跟手情况。实测可以看到，所有的机器啊在跟手度方面差别不大，但是通过慢放镜头呢，你可以察觉到 iPhone 的表现呢是要略微慢一点。
而在游戏的开镜场景当中，统一刷新率以及画质的情况下，通过逐帧分析可以看到，华为在点击屏幕之后啊，开镜速度要略快于其他3台机器。看起来硬件都支持高刷，但实际体验还要看厂商和软件商的适配情况。经过最近几年的测试，你可以发现，厂商们在选择旗舰机型的屏幕的时候，更多的还是选择曲面屏啊。那曲面屏是不是真的好用呢？它们在触摸方面的一个影响到底如何呢？经过测试呢，4台机器均可以在屏幕封装边缘以及摄像头的区域连续触摸，曲面边缘以及摄像头区域呢，并没有发现断触的问题。当然，仔细看3台曲面机型当中，小米呢在左上角的 R 角处有一个很小的区域啊，无法显示正常的触摸轨迹；而三星呢在左下角的区域同样也有出现单个像素无法正常触摸轨迹的现象。那这2台机器呢都是显示完好啊，但是触摸有这样的小问题。而回忆上一次4大旗舰对决当中呢，华为在边缘触控的地方呢，为了防误触是有一段区域不能够触摸的。今年华为显然改变了这样一个解决方案，而 iPhone 呢在测试当中，目前灵动岛区域啊是支持触摸调用系统层级的软件，但是呢，如果在灵动岛区域下方去叠放第三方的游戏按钮，那就无法触发游戏的操作，这就要看后续游戏厂商针对 iPhone 的优化进程。曲面屏机型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误触，我们模拟了多个手指去握持手机边缘的时候，屏幕整体防误触的表现。那通过测试呢，如今的机器啊，相比较于之前的机型都有明显的提升，并不会因为边缘误触的时候呢，操作屏幕中心区域就导致屏幕乱跳的情况。但是由于曲面屏本身的特性啊，在玩游戏的时候呢，整体误触的几率仍旧要比直屏机型略高。这也是为什么电竞比赛通常使用直屏手机。那相对的呢，就是曲面屏机型，你可以通过软件啊来调节曲面屏边缘的误触区域的控制，避免误触情况发生。这里呢 ，iPhone 由于是直屏设计，在误触的方面呢，并没有针对性的软件调教。这其实啊也会导致在玩某些音乐游戏的时候，误触底部的 dock 栏返回的几率会更大一点。当然也有解决办法啊，那就是通过引导式的访问去设定锁定就可以了。不过操作呢也会更麻烦一些。具体的屏幕表现，我们来播放一段 HDR 视频，你觉得谁的观感更好呢？可以打在弹幕上。那通过测试，你可以感到啊，今年4台手机的屏幕差距明显缩小一些。苹果呢依然很强，面具的高光颗粒还有纹理质感都很丰富。左上角呢看的也是最清楚的。小米和三星表现也不错啊，小米高光更好，三星的暗部呢更为清楚。华为的高光部分有一些稍微过曝，不过暗部的表现很好，细节丰富。第二个场景里面，苹果和小米的云层细节层次更好，华为和三星呢就没有那么明显了。那最后说一句，华为在播放 HDR 视频的时候呢，颜色和画质都很出色，但是随机播放器啊会出现掉帧的情况，建议使用第三方的播放器。总结一下屏幕这个部分，那 iPhone 的整体数据啊，仍旧是这4台机器当中表现最为抢眼的。尤其是在阳光直射的条件下啊，它的屏幕表现相比于竞争对手，特别是旗舰级别的竞争对手啊，会明显高出一个档位。除此之外呢，在色准方面 ，HDR 的显示方面也都有着自己的优势。包括在屏幕高刷新率的软件适配方面啊，也是领先于友商竞争对手的。只不过呢，它的直屏啊，这个屏占比呢要稍微低一点，在分辨率方面呢，也要低于三星这样的超高分辨率的屏幕。那三星的优势就不用多说了啊，
和 iPhone 相比呢，二者呢其实相差的没有太多。那三星供应链的优势不用多说了啊，手里展示的这块屏幕其实是去年的，不过呢，它在多方面的素质呢仍旧是目前顶级的。我们手里这台唯一的缺点呢，可能算是它的屏幕亮度还不够均匀。小米的表现呢，就算是中规中矩。那相对于竞争对手来说，它多给出一档90赫兹的刷新率。华为这代呢，虽然不及其他几款机型，但是呢，相比较于它自家的前代机型啊，屏幕方面其实是有着比较明显进步的。这也让我们对于国产供应链的顶级屏幕抱以更多的期待和信心。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看完了屏幕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来瞧一瞧这4台机器的扬声器的外放的一个表现。首先呢，这4台机器均搭载了双扬声器。那小米这边呢，依旧是哈曼卡顿的调音，而三星呢，在收购巨头之后啊，也有自家的 AKG 调音。那具体的表现，咱们抓紧来听一听。首先看一下4台机器声音的大小啊，我们直接播放正弦波的测试音频，将4台机器的位置呢固定，均开启手动调到最大音量。测试结束之后啊，通过分贝计呢，你可以看到华为的扬声器的声音是最大的，相比较于声音最低的 iPhone 14 Pro Max 要高出12个 dB。而在扬声器的音质方面，我们通过正弦波将4台机器调整为统一分贝。这里先不公布机型啊，我们来听一听谁的音质表现更顺耳一些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那经过测试，我们简单列举一下排名啊。整体表现方面呢，苹果是非常好的啊，其次呢是华为、小米和三星。苹果的中频感更足，有更强的氛围感和包裹感。小米的声音呢比较清脆，偶尔有一点松散。华为的声音呢很明亮，也很结实。三星听起来呢，就有一点点像低配版的小米。在顶部和底部的扬声器对称性方面，小米的上下扬声器啊音量是最为对等的。苹果呢其次，华为的声场呢稍稍有一点靠近底部，而三星这边呢明显是顶部更小一点，底部呢声音更大。听完了扬声器部分，我们再来看一看听筒方面。首先，我们开启4台机器最大的通话音量，一起来听一听。这里你觉得4台手机谁的表现更好一点呢？可以打在弹幕上。贼听请拨110，国屏请拨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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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救中心请拨120，交通故障请拨122。You can dial 110 for police emergency, 119 for fire emergency, 120 for first aid center, 122 for traffic trouble. 首先呢，在听筒音量方面啊 ，iPhone 毫无疑问最大，而华为呢，则是与扬声器的表现恰恰相反，音量反而是最小的。三星和小米表现都算不错。接下来是4台手机的录音收音测试，我们在默认模式下进行测试啊，先来听一下4台机器的表现。来，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正在测试的是4台手机录音的一个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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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从远处走来，大家可以听一听我在手机左右环绕的效果。我先从一侧开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1、2、3、4、5、6、7、8、9、10、11、12、13、
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我现在呢又回到了手机的正前方。那结果很明显，小米和华为两台机器的录制的时候啊，均支持双声道，整个录音的环绕效果很明显。华为呢声音相比较小米呢略显深沉，而另外两台机器啊，默认录音呢是单声道。苹果的声音更大，表现不错。在录音软件设置方面，除了苹果啊，另外3台机器都有文字转录音功能。当然，华为呢使用转文字的时候需要单独付费。三星的录音功能更为丰富，除了调节录音质量，还可以选择对应的场景，比如说采访收音。小米呢同样可以对录音格式以及音质进行调节，表现也不错。下面这个环节同样很重要啊！来看通话降噪方面，我们选择了户外车流较大的路口，实测呢环境噪音大概在80分贝左右。为了保证测试的准确性啊，接听端使用同样的机型进行通话录制。来看看测试，你觉得谁的表现更好？我们来听一下这几台机器它们的通话录音的情况。我现在呢发声的这个嘴，距离这4台机器的麦克风的位置呢是一样的。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好，现在准备开始。大家好，我是南岩，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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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在户外比较嘈杂的车流环境当中麦克风声音的一个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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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来说一组数字，大家可以听一下它的清晰度：138、3838、186、8686、192、9292、157、5757、138、3838、186、8686、192、9292。157、5757、138、3838、186、8686、192、9292、157、5757、138、3838、186、8686、192、9292、157、5757。好了，你现在听到的呢，就是这4台机器的户外通话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模拟在日常车流比较大、有较大户外噪音的情况下，他们通话的一个情况。不知道你觉得谁的声音更加清晰一些？那测试结果呢？应该说比较明显啊。iPhone 14 Pro Max 的表现是比较差的，降噪的过程呢会不间断的把人声来消除。而三星这个环节表现最好，整体通话的时候呢声音洪亮，没有什么杂音。后期呢通过音频软件分析波形也可以看出它们的明显差别。下面我们再来到更为复杂的场景，使用第三方的社交软件，在强风干扰的情况下来测试4台机器麦克风的收音情况。好，我们来试一试语音通话的情况，现在用的是微信语音，比较大。好，我们来试一试语音通话的情况，现在用的是微信语音，不过目前啊我们这块风比较大。好，我们来试一试语音通话的情况，现在用的是微信语音，不过目前啊我们这块风比较大。好，我们来试一试语音通话的情况，现在用的是微信语音，不过目前啊我们这块风比较大。能听见我说话是吧？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能听见我说话是吧？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能听见我说话是吧？我跟你说个事儿啊！那几处房子房租全都收一下，再买点什么你想买的东西。这个我规定那年后自己照顾。在这个环境当中呢，苹果的表现是格外出色的，人声较为清晰。其次呢是华为和三星，反观小米这边表现是最差，你几乎听不清说话的声音了。总结一下，4台机器的通话降噪差别很大，特别是在不同的环境下有很大差别，很难有一款机型呢在各个场景都表现很好。触感方面，这4台机器呢均搭载了 X 轴的线性马达。那这里呢，我们通过测试来简单的感受一下。
这4台机器里面呢，小米的震感是最为清脆的，段落感很足。其次呢是华为，震动的幅度相比较于小米啊要更为强烈一点。iPhone 的表现也不错啊，但是呢可能因为软件的原因，同样设置下震动的力度并不很强。最后呢就是三星的表现比较差了啊，震感呢比较沉重啊，并且有那种粘滞的感觉。很难想象这台机器的硬件呢同样是 X 轴的楔形马达，调教的有一种 Z 轴的感觉，震动呢不是很舒服。需要说明啊，毕竟它是一个触感的啊，很难通过视频来呈现。希望大家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尽量还是到线下店去实际感受一下。那回顾一下本期节目啊，在上篇当中，我们为大家详细盘点了这4台机器的外观设计理念、屏幕素质的对比、音画的表现以及它们的通话录音的情况。可以说差别还是挺大的，有一些测试环节呢，也和我们之前的一个预期呢相去甚远。那熟悉我们的观众肯定知道啊，更刺激的对决在后面。在下一篇视频当中呢，我们会为你呈现这4台机型在拍照方面的努力。而在测试环节当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盲屏。目前的投票链接已经上线，你现在就可以来参加。我们可以抛开品牌的影响，抛开机型的印象，全凭我们对于照片的喜好，去选择出你心目当中最强的那一台拍照手机。而对于拍照以及影像系统方面的分析，会在下篇视频当中为你来呈现。让我们继续来完成这个已经持续了长达9年的全球玩家参加的影像盲屏活动吧。那今年的影像测试我是非常期待的，因为它看点满满，有离开徕卡独自创立 Xmage 品牌的华为，还有刚刚和徕卡合作准备大干一场的小米。这新旧徕卡一比较啊，想一想就很刺激。还有呢，老牌国际劲敌苹果。那新款4800万像素，这是时隔多年最重大的升级。还有曾经的手机影像王者三星，我们一起来期待本年度4大旗舰对决影像部分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